什么？那如今婴儿安在？八王爷以皇子之名，将婴儿留在王府之内抚养。且慢，算起来那婴儿与朕同庚，朕只有长兄，并无幼弟，何来以皇子之名留在府中抚养之说？臣斗胆。那浴血重生的婴儿，正是皇上。你说什么？当年八王妃狄娘娘也同时有孕在身，却不幸早产夭亡，而且未及呈报。八王爷深知此案兹事体大，为掩人耳目，才假称皇上是狄娘娘所生。郭槐，20年前，你任金华宫总管之职，埋通产婆尤氏，以狸猫换取太子，大称玉成宫李贵妃产下妖孽，指使程昱寇诛，掐死太子，埋藏金水桥下，意图使刘贵妃之子入主东宫。凡此种种，你可承认？包大人，洒家根本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，我凭什么承认呢？住口！那寇诛良心未泯，不肯与你沆瀣一气，同流合污，暗中将太子送出宫去，你却对他施以酷刑，追问太子下落。寇诛凹刑不过，处处身亡，难道你也不知情？哼，包大人啊，所谓人死无凭证，就算你包大人指证的都属实，但是你可有人证啊？哼，本府如今夜审于你，便是让你无法交代。本府虽无人证，却有鬼证。寇诛何在？冤魂寇诛，叩见包大人。郭槐，你可认得他？他是寇诛啊！不，他不是寇诛，寇诛已经死了。他一定不是寇诛。哼，是与不是，待本府问过之后，你自会明了。寇诛，寇诛在。当年那郭槐是如何要你将太子谋害，又是如何对你严刑逼供，逼问太子下落？你且一一说来。是。李娘娘临盆之时，郭槐串通产婆尤氏，以剥去皮毛的狸猫替换出生的婴儿，要寇诛将婴儿装在竹篮之内，带离玉成宫。郭槐要寇诛将婴儿掐死后，埋在金水桥下。寇诛见小太子纯真无邪，睡相香甜，心生不忍，
于是决定违抗郭淮之命，寻人帮助。寇珠，当时你可是将小太子交于陈琳带出宫去。是。寇珠向郭淮谎称已听命将婴儿埋葬，郭淮没有怀疑，并未追究。郭淮，你可有话说？是，他一定是听陈琳说的，他才真的不是寇珠啊！陈琳向他来作为证据啊！你且继续听下去。寇珠，既然那郭淮并未追究，却又为何在对你施以酷刑，追问小婴儿的下落？回报大人，李娘娘被打入冷宫之后，寇珠明知她是遭郭淮陷害，却不敢明说，更不敢透露小太子的情形。你为何不说？寇珠唯恐说出实情，小太子假死，会被郭淮发现。你说下去。寇珠只能偷入冷宫，对李娘娘言语安慰，谁知竟被郭淮得知。寇珠虽搪塞其词，郭淮却对小太子之事起了疑心。然后呢？郭淮逼问尸骸埋藏之处，寇珠只得胡乱指点。郭淮竟派人将金水桥下遍地挖掘，遍寻不着之后，便对寇珠严刑逼问。寇珠谎称慌乱之中记忆不清，郭淮不予置信，继续用刑。寇珠唯恐受刑不过，说出太子下落，只得撞柱身亡，以死明志，让他们误认寇珠所言事实。这件事情，你怎么会知道啊？你抽在我身上的鞭痕犹在，我撞柱身亡的血迹未干。你虽然派人刷洗金华宫的殿柱，却洗不尽你心中的梦魇。如今，寇珠要借包大人夜审阴司之辩，向你索命，以解我20多年的心头之恨。郭淮，还我命来！别过来啊！还我命来！郭淮，包大人啊！寇珠，阴阳末路，人鬼殊途，你不可接近生人。包大人，寇珠要将郭淮带到阴间，交由阎王处置。不，那郭淮既在人世，就该有阳间的律法制裁。郭淮，包大人，你可先不要他过来呀！制裁寇珠所言，你可认罪？认，我承认啊，可那些事情都是刘娘娘的主意啊。是否如此？本府自会追查。既然你已认罪，公孙先生，学生在，让他画押。是。我画呀！来人呐！在！将郭淮还押大牢，听候宣判。是。
包大人果然高明，郭淮如此狡诈，还是难逃法网，签下了供状。惭愧，包拯向来不信鬼神之说，如今却要假借鬼神之名，让那郭淮认罪伏法。那是郭淮咎由自取，若不是他多行不义，又怎么会疑心生暗鬼呢？陈公公所言极是，倘若他光明磊落，毫不心虚，便是扣诸鬼魂，当真出现，也全然无惧，又岂在乎装神弄鬼呀？那名假扮寇珠的女子，她来自何处？又怎会让郭淮如此深信不疑呢？那全仗着公孙先生巧妙安排。回王爷，学生是由京城幽人戏子中挑选一名颜貌体态与寇珠较为相似之女子，再根据当年仵作验尸单所描述的，为她稍作易容装扮，并以假血涂面。那又怎么能让那郭淮认不出来呢？学生事先安排，命牢头送酒菜给郭淮。大人夜审之时，郭淮已有5分酒意。同时，学生并令牢头宣称，大人有日审阳、夜断阴之能，再加上公堂之上昏暗不明，那郭淮心中忐忑之际，自是无法辨认。话虽如此，一旦言语交锋，旧事重提，那女子又如何应付？王爷，那就非奴婢不可了。哦，你也参与其中？奴婢将当年寇珠所言一一转述给那女子，并提示寇珠的言谈举止，让那女子学习。郭淮又岂能分辨呢？若不如此，郭淮不会轻易落入圈套。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寇珠在受刑自尽之前，会与陈公公通过信息。如今有了郭淮的供证，咱们就立刻进宫面圣吧。王爷不急着进宫，倘若包拯所料不差，皇上应该很快就会主动宣召。母后，皇上来了。母后夜半不眠，命人召儿臣来，是为了……其实也没什么，哀家睡不着，想看看你。那安神露不是可以助眠吗？母后何不服用？八王爷不是说喝多了对身体不好吗？母后，您可是心中有事啊？哀家只是在回想这一生的点点滴滴。来，你坐下来说。是。哀家14岁，以才女之名被选进宫来，和后宫所有被选来的女子一样，过着宫墙内与世隔绝的日子。直到被先皇宠幸，升为贵妃，才见到了天日。后宫佳丽3000，其实却耽误了多少女子的青春啊！不仅如此，在后宫争宠是时有所闻的事，彼此勾心斗角，貌合神离。只有一个人和哀家情同姐妹，相互扶持，
可是他却被打入了冷宫。母后说的可是那位葬身火窟的李贵妃？你知道她？她就是幼年时儿臣误闯冷宫遇见的那位。母后还记得她给儿臣的玉佩吗？记得。母后，她究竟是为什么被先皇打入冷宫的呢？在后宫，一旦失宠，可以有千百种的理由。母后说的不错，所以儿臣才要郭淮废除冷宫，重修宫院。无论如何，母后要比他幸运的多了。不错，陈皇后去世之后，母以子贵，哀家被先皇立为皇后。可是太子却在6岁那年不幸染病身亡。母后不要难过，母后虽经丧子之痛，可是还有儿臣孝敬。如今贵为大宋朝的皇太后，那些不愉快的日子是不会再来了。可是哀家毕竟不是皇上的生身之母，哀家最担心的是，倘若有一天，哀家与嫡娘娘之间有了无法化解的冲突，皇上会如何？母后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哀家只是打个比方，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皇上会如何？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儿臣必定会痛苦万分，左右为难。生育养育实在难分轻重。不，儿臣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。有皇上这句话，哀家心里也就舒坦多了，至少不会一个人在这儿胡思乱想。郭淮为什么不在宫中伺候母后？不提也罢。怎么？他还在开封府接受包大人的审讯呢。哦，包拯怎么会留他到半夜？可曾派人去询问？没有用的，连哀家下旨要开封府放人，都被打了回来。什么？包拯竟敢抗旨？倒不是包大人抗旨，而是八王爷。父王？父王去开封府干嘛？八王爷不但在开封府，而且以先皇御赐金简挡回了哀家的旨意。皇上派人前来下旨，要大人连夜进宫。果不其然，展辉，皇上只宣包大人一人进宫。回王爷，正是。挡回太后懿旨，留下郭淮的是本王。皇上为何不宣本王和包大人一同进宫呢？想必是皇上不便与王爷父子相争，召包拯进宫，皇上才好问明实情。王爷，包拯此去，会将此案实情禀奏皇上，不知王爷是否同意？也罢，是该到了让他明白真相的时候了。
好吧，本王立刻回府。若有需要，本王立刻进宫。多谢王爷。什么？郭淮招供了？是，包拯已将他关押大牢，娘娘的冤屈已经可以确定获得平反。好，这一天终于来了。宝琴，臣在。哀家什么时候能够见到皇上？臣奉旨连夜进宫，会将全案实情向皇上禀明。娘娘，请等候包拯回禀。哀家就等你回来。娘娘今夜尚未诊治，请容学生为娘娘施针。好，好。娘娘相信。哀家真希望眼睛能够立刻复明，亲眼看见皇上。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郭淮去开封府只是作证，你为何不让他回宫？回皇上，郭淮设计一桩重大阴谋，犯下重大刑案，臣乃是依法关押。岂有此理！无论他犯下何等重罪，太后遗旨既已下达开封府，你怎敢抗旨不遵，拒不放人？甚至还要父王请出先皇的御赐金简。皇上可知，八王爷从不干涉朝政，亦不曾插手任何案件。先皇御赐金简，更从未请出动用。朕当然知道，能让八王爷请出御赐金简，绝非一般刑案。更何况，此案还与八王爷自身有关。什么？与父王有关？郭淮所涉之案，关乎后宫争斗、皇室秘辛，故而八王爷必须出面，包拯不敢放人。竟有此事！郭淮供状在此，请皇上御览。娘娘觉得如何？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。想必你就是公孙先生。学生正是公孙策。
想必你就是展护卫。恭喜娘娘双目复明。公孙先生的医术可真称得上是华佗在世啊！不敢当娘娘谬赞。娘娘双目出狱，还请尽早安歇吧。不，哀家要等包大人回来，哀家要立刻进宫去见皇上。包拯，这供状之上所言可是真的？回皇上，千真万确。那郭淮所作所为，正与太后有关。臣敢请皇上屏退左右。你们都退下。遵旨。你说，回皇上，当年狸猫换太子一案，太后便是主谋。放肆！你竟敢在朕面前污蔑太后！臣据实禀奏，绝无半句虚假。当年太后与丽仪贵妃同怀龙种，先皇许诺，生下太子便册立为皇后，为图大位，太后方才出此下策。否则，那郭淮不过是一名太监阉人，又怎敢犯下如此大逆不道、惊天动地之案？那金华宫程昱寇诛，因此状注自尽了。正是。郭淮当堂画押，坦诚罪状，此案已成定案。然而，在这供状之中，并未提及寇诛他舍命救出的婴儿，下落何方啊？回皇上，寇诛将婴儿交给了陈陵陈公公，藏在宫盒之内，夹带出了后宫。啊，然后呢？难道那婴儿未能逃过此劫？不，婴儿安然无恙，被送进了南清宫八王爷府。什么？那如今婴儿安在？八王爷以皇子之名，将婴儿留在王府之内抚养。且慢，算起来那婴儿与朕同庚，朕只有长兄，并无幼弟，何来以皇子之名留在府中抚养之说啊？臣斗胆，那绿血重生的婴儿，正是皇上。你说什么？当年八王妃狄娘娘也同时有孕在身，却不幸早产夭亡，而且未及呈报。八王爷深知此案兹事体大，为掩人耳目，才假称皇上是狄娘娘所生。朕分明是父王亲自选入宫中，立为太子的。包拯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你不可胡言乱语。臣绝不敢胡言。八王爷如今正在王府之中静候，皇上可宣召王爷进宫，当面询问。
如此说来，朕幼年之时在冷宫遇见的那位娘娘，竟然是朕的生母，正是玉成宫李贵妃。她是在冷宫失火之时葬身火窟的。不，是先皇下旨赐死。她已被打入冷宫，为何还要将她赐死？当年，娘娘与皇上巧遇之后，八王爷命陈琳将皇上身世告知娘娘。自此，娘娘夜夜焚香，为皇上祈福。谁知却被郭槐得知，而刘太后更借此向先皇诬告。诬告什么？诬告李贵妃以邪术诅咒先皇。先皇大为震怒，于是下旨赐死。啊，你是说她是因太后而死？皇上，刘娘娘是为了斩草除根，永绝后患。然而，吉人自有天相，李娘娘必死，而却未死。此话怎讲？陈琳奉旨赐死，不忍执行。太监于忠舍命权中，自请替死。冷宫总管秦凤自焚灭迹，瞒过郭槐，娘娘方得死里逃生，远离京城。她如今人在何处？皇上可还记得包拯那位失散多年的远房表亲？你是说，朕在仁寿宫遇见的那位老夫人？皇上，那位双目失明的老夫人，正是当年的李贵妃，皇上的生身之母。那失明双目，就是因为思念皇上，终日以泪洗面，而活活哭下。如今，皇上对当年狸猫换太子一案的前因后果均已明了。臣恳请皇上下旨，追究刘娘娘之罪，因李娘娘进宫。包拯，你……李娘娘如今正在府衙之中翘首等候包拯回禀。你让朕再想一想。皇上可是不信包拯之言？朕不是不信，只是太后对朕有20年的养育之情。皇上此言差矣。刘娘娘虽对皇上有多年养育之情，李娘娘却对皇上有10夜怀胎之恩。郭槐所犯罪行，你尽可依法惩处。我皇家之事，你就不要再插手管了。皇上念养母之恩情，而置生母于不顾，传至天下，岂不让黎民百姓斥为不孝？包拯天威人臣，又岂能不闻不问？住口！包拯，你不过是小小的开封府尹，是谁给你如此大的权限？朕不让你管，你就不准再管。来人呐！在。将包拯轰出宫去。遵旨。皇上将你赶出宫来。包拯惭愧，未能劝谏皇上，立即因李娘娘进宫。啊，不，这怨不得包大人。不过，
也怪不得皇上。王爷，乍闻身世之谜，任何人都无法承受。给皇上一点时间，他会想明白的。倘若皇上所想不如王爷预期，又当如何？届时，本王自会出面。如今却难在如何面对李娘娘了。谁也无法面对，只有包大人委屈担待了。大人已将全案禀奏皇上了。郭槐可由本府依法处断。那太后和李娘娘呢？詹护卫在。如今郭槐已被关押，娘娘的安全也已无虞，就让白玉堂先回陷空岛。他毕竟是个江湖人，不让他知道此案的内情比较好些。大人要他戴罪立功，为何不带他进宫面圣？暂且不要，待此案所引起的余波平静之后再议。是。大人，皇上对此案可是另有看法？公孙先生果然心思缜密，本府就知，绝对瞒你不过。皇上的确对是否追究太后之罪，是否立刻引李娘娘进宫，尚有所犹疑。皇上怎可如此？既然已知娘娘身份，就该立刻接她进宫，善尽人子之道。无论任何原因拖延，就是不孝。皇上难道不明白这个道理吗？或许对皇上而言，生育养育同等重要，而难以取舍。既是皇家恩怨，外人也就难以智慧。公孙先生，请恕展昭不能苟同。人子孝亲，天经地义。无论是皇上或是平民百姓，岂能有所不同？倘若身为皇上便能不遵孝道，又将如何教化万民？展护卫言之有理，本府定会向皇上据理力谏。然而，此刻却必须向娘娘回禀，倒让本府颇觉无奈。可怜李娘娘，方为双目复明而喜，如今却要什么？娘娘双目复明了？宝琴的形象面貌与哀家心中想象的很是接近。臣恭喜娘娘重见光明。哀家的喜事不只是这一桩，能够重见光明固然可喜，能够亲眼看到朝思暮想的皇儿，那才是真正天大的喜事。宝琴，臣在。哀家何时能够见到皇儿？夜色已深，皇上出宫恐怕多有不便。
那好，既然皇上不便出宫，那你带哀家进宫如何？娘娘还是等到天明之后。宝庆，你素称刚直耿介，不善言谎，哀家要你照实说，可是皇上不肯认我。不，皇上绝无此意，娘娘万勿误会。既然皇上肯认我，依人之常情，他就该立刻前来见我，为何还要拖延？娘娘，皇上从来没对自己的身世怀疑过，如今突然发现真相竟是如此，必定会矛盾不安，所以……好了，公孙先生，你不必安慰哀家，哀家心中明白。哀家已经累了，你们都回去歇着吧。我以后真的要当皇帝吗？可不可以不要做皇帝啊？不可以。不过你可以选择做个好皇帝呀。怎么才能做个好皇帝呢？要仁慈，要孝顺。仁孝这2个字如果做到了，就会是个好皇帝。我是个好皇帝吗？唉。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皇上会如何？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儿臣必定会痛苦万分，左右为难，生育养育实在难分轻重。儿臣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。唉。白玉堂回去了，属下要他回献空岛等候通知。娘娘可曾安歇？没有，娘娘枯坐房中，不言不动。唉，难为她了。大人，展昭有一言，不吐不快。你说。娘娘历经千辛万苦，忍受无比煎熬，如今总算可以平反，皇上却多有顾忌。展昭想尽娘娘心中之苦，已忍无可忍。展护卫，公孙先生，本府要听展护卫说下去。展护卫若是不忍，又当如何？倘若展昭人在江湖，必定立刻闯入进宫，将皇上带来府衙，要他当面向娘娘谢罪。然而展护卫如今却不在江湖。请恕展昭之言，倘若皇上如此不通人情，不分黑白，展昭这御前4品带刀护卫不做也罢。展护卫千万不可！展护卫，说得好，大人。展昭果然不愧为展昭，毕竟不同于一般。慢说展护卫心生不平，便是本府也绝不做事。明日一早，本府就进宫面圣。倘若皇上不肯听见，
这开封府府尹之职，本府也绝不眷恋。本府虽不若展护卫可以重返江湖，但若回到泸州老家，耕读一生，又有何不可？大人，兹事体大，还请大人三思。公孙先生，我辈读书之人，入世所谓何来？若不能分清黑白，据理力争，又如何整生民于水火，解百姓于倒悬？今日不能为娘娘平反，明日又如何为百姓洗冤？与其谈高官厚禄，而唯唯诺诺，尸位素餐，不宁求公理正义，而轰轰烈烈，青史留名。大人的教诲，学生终生不忘。唉，倘若朝中文武皆如包大人一般，又何愁朝纲不正，宋氏不兴呢？然而在本府入宫之前，还有一事要办。公孙先生，大人，传本府令谕，明日一早就将那郭槐自大牢之中提押出来，本府要升堂宣判。大人不等刘太后到案再判吗？不能等。倘若皇上不追究太后之罪，本府也绝不让那郭槐逍遥法外。堂下听判。郭槐，你身为内侍，就该安分守己，你却为了迎合主上，挑起后宫争斗，勾结产婆尤氏，犯下滔天大罪，逼死程昱后主，企图掩饰罪行。本府以大宋律例判你铡刀之刑。来人呐！来！糊涂他伺候。是。保长，咱家是后宫总管，你不去杀我？本府奉旨将你依法惩处，怎会无权？开！你杀了郭槐？回皇上，郭槐罪不可赦，臣是依法而行。你是生怕朕不再追究太后之罪，会连郭槐也或免刑，才速审速决，将他正法？皇上明鉴。朕说过，只要你不管太后之事，郭槐任你处置。启奏皇上，臣不能不管。你当真不肯撒手，非要管我赵家私务？你可知道昨夜朕在生育之恩与养育之情之间的矛盾挣扎是彻夜难眠？难道你非要逼朕不可吗？皇上，李毛换太子一案，绝不仅是赵家私务，而涉及皇室道统、大宋国祚。
非刘太后，而因丽娘娘，也绝不仅是皇上私情，而关乎人心教化、社会伦常。皇上自诩以仁孝治国，若是己身不正，又将何以正人？包拯纵有天大，也不敢逼迫皇上。然而，如今刘太后已是罪证确凿，皇上若是不下旨将她治罪，恐将难渡天下悠悠之考。包拯，难道你就不怕朕革了你的官职？皇上莫说要臣的顶上无上，便是要臣的项上人头，臣也绝不能让皇上背负着不孝的千古骂名。包拯，你郭槐全招供了。除此之外，朕也已知道，那位双目失明的老夫人，就是当年冷宫的李贵妃，也就是朕的生母。30年的梦魇，毕竟还是应验了。你为何要这么做？他先生了太子，先皇就立他为皇后，或许是为了争夺皇后之位，或许只是出于妒忌。他是你在宫中唯一情同姐妹、互相扶持之人，你为何要妒忌于他？勾心斗角、争权夺利，在后宫不足为奇。眼里看的是这些，学的也是这些。你是皇帝，永远也无法明白权势有多重要。朕的确不明白，可是朕却明白做人之理。若不能诚心诚意与人交往，若终日必须尔虞我诈，纵有权势又有何用呢？就因你当初一念之贪，夺去了多少条性命？20年来，一直把你视为身生之母，如今你却让朕陷入天人交战的两难之境。你要朕如何抉择？你又将如何自处啊？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皇上既然到此将一切说明，想必已有所决定了吧？臣叩谢母后20年的养育之恩。会亲往开封府，迎接朕的生身之母入宫。皇上，父王，
皇上，如今身世已然大白，本王不再是你的父王，而是你的皇叔了。奴婢叩见皇上。亚父请起。奴婢唯恐皇上不满包大人言辞顶撞而降罪，故而自作主张将王爷请来，还请皇上恕罪。包拯直言敢谏，朕并没有怪罪于他。皇上如今作何打算啊？朕一名包拯将太后官服带回府衙，朕稍后便去接驾。皇上圣明啊！父王，皇叔，你可知道，朕此刻的心情是五味杂陈，百感交集。本王明白，皇上心中之苦，无人能够体会。然而，皇上，你必须要坚强啊！皇上，皇上，太后，太后，太后怎么样了？你快说呀！太后她悬梁自尽了。娘娘，圣驾已在厅中等候，还请娘娘尽快更衣呀。陈公公，一定要哀家更衣吗？奴婢不敢。可是皇上来接娘娘进宫，娘娘换上太后服饰，才合后宫礼仪呀。战护卫，展昭在。你说哀家该不该换？娘娘心中虽对皇上不满，但如今既已拨云见日，娘娘思念多年，终于如愿以偿。展昭以为是否更衣换装并不重要，娘娘去见皇上，却是势在必行。朕言知此时才来，太后必定心生不悦，还望皇叔、包卿替朕多美言几句。母子连心，皇上也无需太过担心了。包卿，皇上，秦恕包拯不敢过问皇家事务。你包大人，连皇上所言都能够让你记仇的话，这可不是为人臣子之道了。包拯不敢，只是臣敢请皇上预做准备。娘娘不悦之心，恐非三言两语便能释怀。迟来迎接母后，乃是朕咎由自取。太后若是降罪责罚，朕
也无话可说。太后娘娘到。陈琳，先扶娘娘坐下，有什么话慢慢说。是。皇嫂，你双目不是已然复明了，为何闭目不张啊？皇上，娘娘不肯更衣换装，奴婢实在没有办法呀。皇嫂，你有何不满，尽管直说，别让皇上尴尬，也免得让大家为难呐。八贤王，并非老身有意刁难。既然皇上不肯认我，我又何必看他？母后，且慢。如今已是我不认你了。在母子未相认之前，老身不以皇家自居，你也休要以母后相称。